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頂級流量姐弟戀風暴中心，為什麼全網都在點名趙麗穎和王一博？娛樂圈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那種不靠偷拍視頻、不靠實錘證據，卻能讓整個輿論場瞬間沸騰的戀愛話題了。直到頂級流量姐弟戀這幾個字被拋出來，沒有名字，沒有照片，只有模糊卻精準的描述，卻在極短時間內登上熱搜第一，評論區情緒翻湧，網友集體進入自動代入模式。而在所有猜測中，被反覆提及、被默認最有畫面感的，只有一組名字：趙麗穎與王一博。為什麼是他們？不是因為爆料，而是因為曾經成立過。說句實話，網友並不傻，娛樂圈頂流那麼多，為什麼偏偏是他們被一遍遍點名？答案很簡單，因為他們在某一個時間節點真的讓人相信過可能性。那不是營銷期的強行捆綁，也不是粉絲自嗨式幻想，而是合作期間一種非常罕見的狀態，自然不費力，沒有上下位關係。很多人至今仍記得他們同台的畫面，王一博一身黑色西裝，年輕卻不浮躁；趙麗穎身着深藍長裙，氣場沉穩，神情鬆弛，沒有刻意靠近，卻讓人覺得站在一起毫不突兀；沒有甜蜜互動，卻偏偏讓人移不開眼。那是一種勢均力敵的美感。趙麗穎，她的吸引力從來不止於美。如果只用漂亮來形容趙麗穎，其實是低估了她。她不是被精心呵護在櫥窗裡的女明星，而是一步步從邊緣角色走到頂流中心的演員。她的魅力來自清醒、自持以及對人生節奏的掌控。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豔麗型美人，卻擁有極強的國民緣。不是靠戀情維持話題，卻始終站在討論中心。正因如此，當姐弟戀這個標籤被貼到她身上時，反而顯得成立。她有足夠的底氣去選擇任何一種關係。王一博年輕，但從來不是被選擇的一方，而王一博也並非外界想象中的年下標籤工具人。他的人氣或許在某個階段略遜一籌，但他的成長路徑非常清晰，從偶像到演員，從舞台到角色，從流量到實力。他身上的年輕感並不等同於幼稚，恰恰相反，他展現出的是一種少見的克制與穩定。也正因為這種氣質，當他被放入姐弟戀的語境中時，不會讓人產生違和感。不是依附，不是攀附，而是並肩而立的可能性。質疑聲存在，但已經不再是主流。當然，反對的聲音也有。有人提到年齡差，有人提到婚史，有人提到現實壓力。這些問題並非無理，而是非常真實。但與以往不同的是，這一次輿論並沒有急着下結論，更多網友選擇的是，如果是真的，希望他們能被善待。雙引號，不管是誰，只要不是算計，就值得祝福。雙引號，成熟的女人和清醒的男人本來就不該被否定。雙引號，這種態度本身就是一種變化。這場風暴的真正意義不在戀情本身。回頭看整件事，會發現一個關鍵點，大家在意的早已不是他們到底在沒在一起，而是頂流是否有權利像普通人一樣去愛。當一個女演員強大到不再需要依附，當一個男演員成熟到不再懼怕比較，那樣的關係本身就已經超越了八卦，它更像是一種象徵。結語，也許我們真正祝福的是那個敢於選擇的自己。到現在為止，一切仍是猜測，但這場討論已經完成了它的意義。它讓人看到，觀眾開始願意站在理解而非審判的位置上看待感情。
開始允許成功的人也擁有不完美卻真實的人生選擇。如果有一天答案揭曉，無論是不是他們，那份祝願都不算多餘。因為在這個時代，人們渴望看到的從來不是童話，而是真實。當所有線索都指向他們，其實是觀眾在替時代做選擇。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，如果不是他們，還能是誰？放眼當下娛樂圈，符合頂級流量全民認知有過強烈同框記憶，不需要營銷就能引發討論的組合並不多，而他們恰恰踩中了所有點。不是因為戀情傳聞本身多麼有說服力，而是因為觀眾已經提前替他們完成了情緒驗證。這種驗證來自長期積累的形象、作品、氣質和公眾信任度。他們身上有一種罕見的非消耗型關係想象。為什麼網友會願意祝福，而不是第一時間拆解、攻擊、質疑？因為在想象中，這段關係並不是女方犧牲事業，男方吸血上位，或任何一方被迫改變人生軌跡。相反，大家看到的是一種理想模型，他不需要被拯救，他也不需要被證明。這種關係想象在娛樂圈極其稀缺，它不刺激，不獵奇，卻讓人安心。趙麗穎代表的是不被年齡定義的女性價值。這幾年，趙麗穎身上發生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，她不再急於解釋自己，不再迎合任何關於狀態少女感是否下坡的提問，她的存在本身就已經是答案。正因如此，當姐弟戀與她產生關聯時，反而顯得順理成章。不是因為她需要年輕感，而是因為她已經不需要任何標籤來證明自己仍然值得被愛。這是一種很高級的女性敘事。王一博象徵的是年輕但不輕浮的男性成長，而另一邊，王一博的形象也早已脫離了單純的流量模板。他並不熱衷於表達，不靠情緒輸出製造話題，卻始終保持穩定曝光與作品節奏。這種沉默並沒有削弱他的存在感，反而讓人更願意相信他的選擇是深思熟慮的。所以，當他被放入年下的位置時，公眾看到的不是衝動，而是一種冷靜的年輕力量。這也是為什麼反對聲正在逐漸失去主導權。過去，類似傳聞一旦出現，輿論往往迅速分裂，一邊是粉黑大戰，一邊是道德審判，夾雜着對女性年齡、婚史的攻擊。但這一次很明顯不同，更多人選擇不站隊、不定性，而是保留善意。這並非盲目，而是一種更成熟的公共情緒。網友的祝福其實是在替自己爭取空間。仔細看那些高讚評論，會發現一個共性，他們都不只是對明星說的，希望他們能被理解，希望感情不要再被工具化，希望成年人可以自由選擇人生。這些話本質上是在替自己發聲。在一個現實壓力巨大的時代，人們太需要看到，成功並不等於被剝奪情感自由。所以這場風暴早已超出娛樂八卦的範疇，它不再只是誰和誰有沒有在一起，而是變成了一個公共議題。女性是否必須在某個年齡節點退出愛情敘事？男性是否必須永遠站在強勢位置？頂流是否只能活在被計算過的人生裡？當這些問題被集中拋出時，答案本身反而不那麼重要了。最後的落點不是官宣，而是鬆動。也許這段傳聞最終會被否認，也許當事人永遠不會回應，也許一切都會隨着下一個熱搜被覆蓋。但有一點已經發生了，而且無法收回。人們開始鬆動了，鬆動對標籤的執念，鬆動對年齡的偏見，鬆動對頂流必須完美的苛刻要求。尾聲，如果有一天是真的，那將不是意外。如果有一天
這樣的關係真的被證實，它不會是衝擊，而更像是一種自然發生。因為在今天這個節點，觀眾已經準備好了理解它，而如果不是他們，那這場討論也已經替下一個敢於選擇的人清理出了一點點空間。這或許才是這場姐弟戀風暴真正留下的意義。